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一集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Le Labo 的香水测评。那今天呢，我总共会和大家测评其中的8款香水。如果有兴趣的话，那就请你们继续看下去吧。那首先呢，我要先和大家大概讲一下 Le Labo 的小故事。Le Labo 呢是一个来自于纽约的香水品牌。他们家呢走一种工业风的感觉，所以其实每一次你到 Le Labo 的店内参观的时候啊，你都会发现它里面的空调啊是开到最强，就是你会感觉你好像真的走进了一个实验室的感觉。然后他们家的香水的名字呢，也是以这种原物料作为它的名字，比如说这款香水 Cento 33。前面的英文字呢，代表这瓶香水里面最主要的香调就是檀香。那后面那个数字呢，代表这瓶香水里面所用到的香料的元素，总共有33个。虽然说它是有标示33个，不过其实真正你能够闻到的呢，大概就只有3到4个而已。它不是真的33种味道你都能够闻到。对，那 Le Labo 目前呢，总共贩售的是有3种大小的香水。给大家参考一下吧。这一支呢是15毫升大小的，这一支呢是50毫升的，那还有另外的呢是100毫升的，会更大一点。那其实我觉得买50毫升的就很够用了。对，那15毫升的呢，其实你可以拿来做送礼，送礼的话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就算是15毫升，它的这个头盖啊，也是这一种金属的头盖，还蛮有质感的哦。那 Le Labo 目前的话，我记得是50毫升跟100毫升的香水。你在买完之后呢，如果你要再重新的补充香水的话，是会打好像8折还是9折的样子。对，也是可以去补充其他味道啦。不过这个还是要跟店面去做确认呢。那另外呢，如果你买他们家的香水，也是可以做客制化的服务，就是它会在这个香水的外包装上面呢，帮你刻上就是你的名字以及你想要可能送人的他的那个名字，对，所以其实是还蛮不错的，算是一个定制化的礼物吧。首先第一支是 Ambre 黄葵9号。这款香水最主要的元素呢是果香再加黄葵的一个组合。一开始你能够明显的闻到就是这种水果的香气，它这个水果呢感觉是很多水果融合在一起的味道，就是你猜不太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水果的味道。如果要说，我觉得很像是有芒果，好像有水蜜桃的感觉。但是这边的水果味呢，我觉得是带有一点点酸涩的感觉的。它不是那种新鲜的水果，它感觉很像是水果罐头里面的那种水果。它是这种水果，然后带有一点点酸的感觉。然后这个香气慢慢的呢，大概过了2-3个小时之后啊，这个黄葵的味道就出来了。这边的黄葵呢，会带给你的是那种有一点点粉的味道。然后这个粉呢，不是那一种脂粉味，我觉得它很像是那种乳液的味道，就是你很像擦那种没有味道的乳液在身上之后呢，从你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味道，就是淡淡的很温柔。那我觉得这款香水呢，如果你是这种很甜蜜很可爱风格的人的话，我觉得这款香水你可以考虑。它所带给你的感觉呢，会是那种很活泼、很体贴、很善解人意的感觉。Another 13，别样13这款香水呢，它没有以任何的香调作为它的名字，可能它这款香水就是想要与众不同吧。不过我觉得它的味道也算是蛮特别的啦。这款香水呢，主要是以龙涎香再加麝香作为一个组合。一开始你能够明显的闻到这个龙涎香的味道，虽然说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味道是带有一点点化工的感觉，不过这个化工的感觉不至于到会很刺鼻哦。
我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啦。然后这个香气慢慢的你会感觉到这个麝香的味道就会出来了。那这个味道最后停留在你肌肤上面的时候呢，是呈现这种很柔和、很自然的那种味道，也是很像是你自己身体散发出来的这种体香。那我觉得这款香水跟刚才那个黄葵9号呢，其实是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也是这种偏体香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黄葵那一支香水呢，它是比较温和甜蜜的。那这款呢，它虽然说也是比较偏向于温和的感觉，不过感觉好像存在一丝的这种野性，就是感觉很像平时斯斯文文的一个人，但是其实内心呢是一个野兽，是充满野性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款香水呢是一款中性香啊，男女都非常的适合。我自己也是蛮喜欢的，很推荐。Jasmine 茉莉花17这款香水呢，其实我一开始对它是完全没有什么兴趣的。我原本就想说，不就是茉莉花吗？茉莉花的味道我已经闻过好几百支香水了，应该就是那样子吧。不过呢，这款香水倒是让我有一点惊艳。我觉得它处理的这个方式呢，是我很喜欢的。它调制出来的香气呢，是我很喜欢的味道。这款呢，主要是以这个苦橙、茉莉花还有檀木作为它的组合。那一开始呢，明显的就可以闻到这个茉莉花跟苦橙的一种结合。那这个苦橙，我觉得它表现出来的会让这一个茉莉花的花朵呢，表现出来很像是一种茶香，就是很像是茉莉花茶的味道，淡淡的、甜甜的。我好喜欢哦，这个味道，而且我觉得我闻它心情变得非常的好。那虽然说它里面呢添加了不同的元素去衬托了这个茉莉花的花香，不过这些元素呢也不至于到抢过这个茉莉花的味道，所以其实整体来说茉莉花的味道还是会在的，而且它闻起来真的非常的舒服欸。我觉得这支真的是非常实穿的一款香水。而且我相信应该也没有人会讨厌它的味道吧。然后最后香气呢，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一种淡淡的木质香的感觉，就是让这个香气呢更加的醇厚，也更加沉稳的味道。劳丹脂18号这支香水呢，我觉得是一款充满年代感的味道哦。这款香水最主要的呢是有劳丹脂还有零陵香豆。其实劳丹脂是一种树脂，它就是从某种树木上面的树叶截取下来的这种油脂而做成的这个元素。那这个味道呢，其实很像是琥珀的香气啦。劳丹脂其实比较常见的会是在东方调跟西普调的香水当中，比较常用到这个元素，又或者是这种古代的香水当中。常常会用劳丹脂来作为定香剂的这个部分。如果要举个例子的话，像是爱马仕的琥珀橘彩星光那款香水呢，也是有劳丹脂这个味道，所以它的香水的感觉呢，也是会偏向于那种温暖的东方的那种调性。这款香水呢，我觉得一开始它会带给你的很像是那种古代的旧书的味道然后最后香气呢，会以这个零陵香豆作为它的结尾，会比较呈现于这种温暖、比较甜的那种感觉。最后尾调的部分会比较好闻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款香水其实还蛮适合用来做调香的，就是它可以跟 Le Labo 其他香水做一个调和。像是我刚分享的那个茉莉花17号那款香水，也是非常适合加这个18号一起来做搭配。其实搭配起来还蛮不错的耶，大家可以去试试看。接着这款香水呢，我觉得是在 Le Labo 的香水当中不能不提到的一款哦。这支呢就是树果19号。这支香水呢，主要是要表达下雨过后的这种大地的味道，这种大自然的感觉。它的香调呢，主要有这个臭氧、广藿香还有杜松果。一开始呢，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是
我整个被这个味道吓到了。一开始这个臭氧啊，真的会颠覆你的三观。这味道怎么可以这么的臭？真的是臭氧的味道吗？这个，我觉得它表达的这种感觉呢，很像是正在下着雨的这一种情境就是刮风暴雨的时候的这种空气里面的这个枯枝落叶啦，这个雨水啦，然后这种杂质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它的味道是很潮湿的，然后是很浑浊的感觉。不过我觉得这款香水呢，它利用了这个臭氧去表达了这种浑浊的空气的感觉，然后利用这个广藿香跟杜松果去表达了这种湿湿的泥土，还有这个枯枝落叶的感觉。这个香气慢慢过渡到后调的时候呢，其实还蛮好闻的。它的味道其实最后在你身上的感觉，我觉得就会比较细腻，也比较没有这么的冲。其实这款香水呢，我也是有大概去查了一下大家对它的评价啦。它的评价其实也是比较两极化的，就是喜欢的就是非常喜欢，讨厌的也就是超级讨厌的那种。那我第一次试到这款香水的时候，我真的是无法接受。不过其实我这几天试了3-5天之后呢，习惯了之后，我发现这个味道还算是不错嘞，就是蛮独特的一个味道。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支香水呢，不管你喜不喜欢，如果你有空到那个 Le Labo 的专柜去试香的时候呢，这支香水你绝对不要错过，答应我一定要去试香，好不好？然后再回来告诉我你的心得。佛手柑22号这款香水，我觉得应该是大部分的人在入手 Le Labo 香水的时候呢，多多少少都会有考虑到要入手这瓶香水吧。这瓶香水呢，其实真的是接受度非常的高，而且也是非常实穿的一支香水。对，不论男生女生都很适合的。那这支香水呢，主要是以这个佛手柑、香根草还有这个橙花作为它的香调。那一开始其实很明显的呢，可以闻到的是这个像柠檬的这种果皮的这种苦感，还有橙花的这一种花香味作为它的这个开场。其实一开始这个味道是带有一点点尖锐的感觉，不过它所呈现出来的不是那种甜甜的果香哦，它是呈现这种比较果皮的那种味道。不过这个味道其实闻起来是非常舒服，非常好闻的一个味道。然后香气慢慢的呢，你就可以闻到的是佛手柑还有香根草的味道。那香根草在这瓶香水当中呢，其实它让这个香气增添了更多这种沉稳的气息。对，所以其实这瓶香水我觉得会带给你的会是那种很大方、很活泼、很开朗的感觉。对，那我觉得这瓶香水真的是不论年纪啦，也不论男生女生，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只是说这瓶香水呢，很容易在其他的香水当中找到类似的味道，所以其实如果你是针对它性价比高不高的这件事情来做选择的话，可以很明白的告诉你，这瓶香水性价比很低，对，其实很容易找到替代的香水。但是如果你是对于这个气味啊，你很喜欢 Le Labo 这个牌子的话，我觉得买它也无妨啊，对不对？不过这瓶香水呢，我还是非常的推荐的哦。东加豆25号，它主要是以这个东加豆、安息香还有麝香为主。那一开始呢，其实很明显的可以闻到安息香的味道。安息香呢，其实又叫做树脂啊，它就是从树干上面萃取下来的这个枝叶。那它这个味道呢，其实是带有一种甜味，但是这个甜味呢，闻起来很不自然它是有一种化工感觉的甜味，就是这个甜味，我觉得闻起来是有一种甜甜、黏黏、稠稠的感觉，闻起来不是那么的舒服。这款香水呢，慢慢过渡到中后调的时候啊，这个东加豆啊跟麝香的一个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它的味道呈现出来的会变成那种温暖甜甜的，有一点坚果味的感觉。
这支也是到后调的时候会比较好闻一点。那我觉得这款香水呢是一支中性香，那它带给你的感觉会是那种比较神秘，比较猜不透的那种感觉。真的，这支到后调的时候真的会比较好闻。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款香水是抹茶26。这支香水呢，如果你是因为抹茶这2个字而对这瓶香水产生兴趣的话，你可能要有所失望了哦，因为这瓶香水完完全全没有抹茶的味道。但是为什么它叫做抹茶26呢？其实这瓶香水最主要一开始呢，也是因为调香师到日本旅行的时候呢，对当地的这个茶文化有所启发，而调制了这款香水。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调制出来的这个味道呢，跟大部分的人对这个抹茶香味的认知有所出入，所以这瓶香水在网络上的评价其实还蛮多人评价不好的，就是因为它不是抹茶。但是我觉得撇去这个抹茶的这个香调，这瓶香水呢还是一支非常非常棒的作品哦。它一开始呢，你可以闻到的就是这个无花果的这种甜甜的感觉，还加入一点点苦橙的味道。这个味道一开始也是很舒爽、很清新、很干净的感觉。那我觉得香气之中呢，慢慢的你可以感受到的是有一点点烟熏的感觉哦。那我觉得它可能是运用了这个烟熏的感觉，想要制造出就是那种茶香吧。这个烟熏的感觉真的确实会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茶的味道。那这瓶香水最后在我身上的感觉呢，会有这个香根草还有雪松带出来的这种沉稳、低调的感觉。我觉得这瓶香水呢，会带给你的感觉就是那种比较斯文、比较低调，但是呢是有格调的，很注重生活品质的那种感觉。在我今天试过这么多香水当中，我觉得这瓶香水算是值得入手的，而且我觉得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了，今天的香水分享就到此结束啦。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款香水呢？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和我分享一下哦。那最后，如果喜欢我今天影片的话，记得别忘记给我按个赞、订阅还有分享哦。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